盘点一些听起来很弱，实际却很可怕的刑罚。我们都知道古代有很多残忍的刑罚，比如腰斩五马分尸、千刀万剐、斩首活煮等等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除了这些听起来就很恐怖的刑罚之外，还有一些刑罚的名字不怎么有威力，但实际上却很可怕。它能把人悄悄杀死，又不留下过多的痕迹。第一，贴加官刑。这种刑罚的具体做法是，先把犯人四肢都固定住，然后贴一张桑皮纸在他脸上，再喷一口水或者酒在上面。此时吸了水的纸就会吸附在人的脸上。一张纸还好说，犯人还可以用舌头把纸稍微顶起来一点，或者吹气把纸吹起来。但是如果犯人不招供，那行刑官就会一直往他脸上贴纸，最后犯人会越来越呼吸不顺畅，越不顺畅就越想大口呼吸，这样纸就被贴得越来越紧，最后贴到第5、6章的时候，犯人就会因窒息而死。这种在恐惧当中慢慢等待死亡的刑法，其实比那些痛快的刑法更要折磨人。这种刑法在明朝朱元璋时期被广泛使用，因为朱元璋觉得这种刑法能够杀人于无形，不会留下什么痕迹，所以常常被用在明朝的后宫。第二，孝刑。这种刑罚就是在犯人的脚底板上涂上食物，再让动物来舔，一直不间断。脚底板被动物舔时，人就会不自觉地发笑，而一直笑就会压迫到肺部空气，不胫而亡。这真是非常奇葩呀。第三种刑罚，披麻戴孝刑。据说这个刑罚是专门用来折磨民族英雄岳飞的。秦桧的爪牙为了让岳飞认罪，就发明了这种酷刑。这种刑罚的具体操作是这样的：首先用刀子在岳飞的背上胡乱刮几刀，要刀刀见血，然后用纱布覆盖伤口，等一段时间之后，这纱布和肉就会紧紧粘合在一起。这个时候再开始提审岳飞，如果他不认罪，就让玉帝把纱布使劲扯下来，这时往往会连肉一起扯下来，让人疼痛难忍。如果犯人不招，那么就继续下去，直到他招供为止。可以想象，岳飞生前是遭受了多么残忍的折磨。不过，他始终没有承认秦桧所罗织的罪名。但即便没有口供，岳飞还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杀害了。古代君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，各个政党之间为了权力斗争，发明的刑罚真是太多了。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，使用恐怖刑罚来镇压人民的观念本就是错误的。身为领导者更应该以德服人，一味的欺压暴虐只会让自己失去民心，使自己统治的根基变得不稳固，最后自食恶果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